大家周末好，这里是宋说新语。这两天啊，论文读的也差不多了啊，到周末了，可能上来的新论文少了。我看了一下，有一篇10号的论文，其实也比较新的，没有大家读，是北大的。哎，他这个观点呢还是比较谨慎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论文这是论文的封面啊，作者呢叫郝鲤鱼、傅恩刚，那前面应该是一位博士生吧，后边应该是他的老师、教授，应该是他们合作发表的论文。因为后边这个傅教授应该是一位通讯作者啊，标题叫这个题目叫铅十磷酸盐六氧化物和铅九铜磷酸盐六氧化物的电子结构、生子动力学和电导率的第一性原理计算看一下论文的具体内容，这是它的标题啊。这是两位作者啊，北大的北大的 State Kill Board 北大的物理系的核物理重点实验室核物理重点实验室。这是论文的全文。前面呢，照例还是进行了一水的科普其实我觉得呢，写的挺好大神们可能看的没啥意思，我们小白看这个论文就看这个，看得很起劲儿。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呢，超导体呢是一种介于临界温度这个低于某个临界温度时表现出零电阻的材料，它有3个基本特性：超导性、完全抗磁性，就是麦斯纳效应和磁通量量子化。那根据对磁场的响应超导体呢可以分为2种类型。一型超导体具有单个的临界磁场，那么你超过这个临界磁场呢，就会失去超导性，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而二型超导体呢，它有2个临近磁场，它实际上是一个区域，有个范围，在这个值之间的时候呢，这个材料呢允许磁场的部分穿透。那高临界温度超导材料呢，是具有很多的革命性变化的潜力，包括军事、电子通讯、电力能源，特别是他讲了这个超导体对于受控核聚变至关重要。因为聚变核心中的这个超高温等离子体必须受到大磁场的限制。大家知道那个托克马克装置，它就是靠一个大磁场来约束那个东西，约束那个离子物所以呢，这种磁场只能有超导材料提供。然而呢，当前的超导体必须在极低的温度下运行，这需要大量的能量来冷却，所以室温超导体的发展呢，将大大提高核聚变反应堆的效率并有可能解决全球能源问题。你看看，这不仅仅是一个超导的问题，如果真解决了室温超导，那么紧接着就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攻克核聚变反应堆，从而解决全球能源问题。那从1911年发现超导以来，全球各地的科学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实现高温超导的最终目标，但是大多数超导体只能在极低的温度，就低于77K零下200来度下工作。他们在实验中他们在研究中呢，使用第一性原理方法计算了铅十磷酸盐六氧化物和铅九铜磷酸盐六氧化物的电子结构这些生子动力学和电导率，结果发现呢，铅十磷酸盐六氧化物的化合物是绝缘体，而铅九铜磷酸盐六氧化物呢，它的化合物表现半金属行为。那平台特性和之前的计算一致，他们还计算分析了2种化合物随温度变化的电导率曲线，揭示了它们的电导率的新特性。另外呢，他们还研究了化合物的生子色散谱，证明了它们的动态不稳定性。那这个铅九铜磷酸盐六氧化物可能具有新颖的磁性能和电传输性能，但是制备用于实验室研究的大尺寸的这个大块的铅九铜磷酸盐六氧化物仍然是一个难题。他这确实给了一个肯定的评价，他没有直接说超导的问题，但是他们提出来这是一种新型的我们还在需要研究的磁性能和电传输性能，就是它的电阻率非常低。因为金先卓就金教授他认为呢，
它的电阻比银还要低很多，电阻率。大家知道银是我们自然界这些常见这个单质里边啊，它的电阻率比较低的，银比铜还要低啊，10%几到20%吧，差不多。那研究过程中啊，他们发现呢，这个 LK99的化合物的电导率啊，表现出2个极值点，并且在400K 后呢，沿着 C 轴的电导率显著增加。另外呢，他们还研究了化合物的声子色散谱，证明了它的动态不稳定性。所以最后呢，他们说不排除啊，这种新颖结构的电子系统无法用现有理论简单的解释，我们对它的超导性持保留意见。你看，这就是一个比较客观谨慎的态度啊！上来就说别人不行啊，你这压根不行。反正是这个，可能这个作者也不是特别知名的大牛啊。如果是那些不是说嘛，这教授们分2类嘛，一类是在低头浮现，一类在打赌吃翔所以这个结论呢，还是比较温和的，比较谨慎的啊。这是他的结论部分。另外呢，他说目前实验中啊，还没有观察到它的超导性，就是所有的其他人写的论文里边所观察到的抗磁性机制，也无法通过计算的词句来解释，仍需要进一步探索。然而啊，无论随后是否被证实为室温超导体，制备啊，就是说你们想复现这个铜铅9铜磷酸元6氧化物啊，还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个论文呢，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论文，我觉得啊，你觉得呢？它起码呢就是说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按照现在的理论感觉不是，但也可能呢，是你复现过程的工艺有问题，所以做不出原论文那个纯度来。这就是最新的一个北大的另外一篇论文。这个论文呢，我真的是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机器翻译啊，自己查字典啊，再查相关的名词啊，最后呢还是没看明白，但是结论看明白了。结论就是说，就咱们前面讲的，对超导特性持保留意见。那我们不敢说它就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持保留意见。但是它抗磁性机制，就是它起码是一种新型的磁性材料。那么前面跟大家讲过好多次啊，你想想这个氧化物名字呀，我之前都不愿意读的太长，叫铅9铜磷酸元6氧化物啊，铅9铜磷酸元6氧化物，那个6O可不是60啊，6氧。你想想它里边有什么元素呢？有铅，有铜，有磷，有氧，有4种元素，对不对？没有铁，没有镍，没有钴，没有锰，没有镉，没有什么铱之类的，就是说有铁磁性特征的这些我们能自然界中有磁性的这些元素它都没有，但是它就有磁性或者是抗磁性。那好的，今天是周末，就长话短说啊，这篇论文跟大家聊到这儿。您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咱们继续追剧吃瓜，看 LK99 的随后的进展。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